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兰。话说沙特、巴基斯坦这两家最近不是凑到一块儿签了个共同防御协定嘛？这协议签完，巴基斯坦那边是真金白银的拿到手了，那沙特这边呢，拿到的是安全感，而且是核级别的安全感。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对着全世界的媒体放话了直接把核保护伞这个词都给沙特安排上了。我的天呐，你听听核保护伞这玩意儿以前是谁的专利啊？美国、俄罗斯这种顶级玩家的。现在呢，巴基斯坦这一个区域性国家竟然公开宣布要给另一个无核国家撑起一把核保护伞。这个事儿到底有多炸裂？今天呢，咱们就好好扒一扒要说这事儿咱们得先从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那张嘴说起。这个大哥也是个狠人估计是沙特给的钱实在是太到位了，让他底气十足。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采访的时候，那叫一个口无遮拦，啥猛料都敢往外爆。记者估计就问了部长先生你们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怎么样啊？这阿西夫部长一听，嘿，来劲儿了。他清了清嗓子，估计心里面想的是问到点子上了。他对着镜头那叫一个自豪，说我们巴基斯坦的核能力那是久经考验的，咱们不仅成功搞了好几次核试验，而且早就实战化部署了。这话说的潜台词就是我们这玩意儿不是摆设，是真能用的。说到这儿高潮来了，阿西夫话锋一转，直接把沙特给拉了进来。他说我们的核能力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提供给沙特。此话一出，全世界的媒体都炸锅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它不合法呀。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核国家是不能向无核国家转让核武器，或者是提供这种赤裸裸的核保护的。巴基斯坦虽然是没有签这个条约，但是他这么公开的讲，等于向全世界宣布规矩什么规矩在我这儿，只要沙特钱给够，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这下可把某些国家给急坏了，尤其是以色列以色列一听，好家伙，我天天防着伊朗搞核武器，结果我西边这邻居沙特直接请了个带核武器的保镖，这还了得？国防部长刚放完话，网上就满天飞一个传言，说巴基斯坦那个神秘的三军情报局，也就是传说中的 ISI， 他们的局长也发话了这传言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说这位情报头子直接隔空喊话以色列，你们要是敢派飞机空袭沙特，我们巴基斯坦的战斗机就会带着导弹飞过去，加倍的还给你们。甚至我们不排除让战斗机挂上战术核武器，到你们家门口溜达溜达，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和平的威慑。哇，这话说的简直是把刀架在以色列脖子上了。当然了，咱们也得理性看待这毕竟是传言。巴基斯坦和沙特那边的消息有时候呢水分也大，而且情报头子一般都是低调的很少这么大张旗鼓的放狠话，所以这个事的真假咱们还得打个问号。但是各位朋友，你得琢磨琢磨，空穴它不来风既然连核保护伞这种话都能从国防部长嘴里面说出来了，那么派几架常规战斗机去帮这个沙特站台撑场面，好像也不是什么干不出来的事。这就引出一个核心问题巴基斯坦他凭啥这么硬气他哪来的底气敢跟号称中东小霸王的以色列叫板？答案呢其实很简单，就4个字儿：给钱真干。沙特这次真的是下了血本了，给的钱给的利益绝对是让巴基斯坦无法拒绝的。而巴基斯坦呢也确实是讲究人，拿了钱他是真办事他是在告诉沙特也是在告诉全世界，你看我收了你的钱，不是来当花瓶的，我是你的金牌打手，你的终极保镖。那么问题来了，巴基斯坦这金牌打手的成色到底怎么样？他这核威慑到底是不是在吹牛？咱得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的威慑，它有2个基本点。第一呢是你的能力，就是你手里有没有家伙硬不硬。这第二呢是你的意图，就是你敢不敢用，你放的话狠不狠。你要是光有嘴炮，手里面啥都没有，那就是虚张声势跟那个号称要3天占领苏联的冈比亚一样，纯属是国际笑话但要是你手里面真的有硬家伙，再配上不服就干的狠话，那这个威慑力就咣的一下上来了那巴基斯坦呢恰好就属于后者，他在核威慑这块还真有2把刷子。再来看看他的武器库，
巴基斯坦现在压箱底的宝贝啊，叫沙欣3型弹道导弹。这个名字啊，听着是挺威风的，但是说实话啊，性能在5大常任理事国眼里啊，确实有点不够看。它是个固体燃料的中程导弹，射程呢大概是2750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从巴基斯坦打出去，勉强能够到以色列的边儿，而且它的弹头技术啊比较老，不是那种能在大气层里玩漂移朵拦截的机动弹头，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个直来直去的愣头青，跟咱们的东风快递系列比啊，那技术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沙特手里呢有咱们上世纪80年代卖给他们的东风3型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个老古董了，在我们国家呢基本上都进军事博物馆了。但是老有老的好处啊，东风3用的是液体燃料，液体燃料和固体燃料有啥区别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啊，你就明白了。固体燃料导弹啊，就好比咱们过年放的那个2踢脚，火药呢早就严严实实装在里面了，你想用的时候啊，点个火，嗖的一下就飞出去了，反应特别的快。但是缺点是啊，这个火药一旦装进去，你想再改改配方，或者说再加点料，门都没有，除非你拿个小勺一点一点的往外挖，那不炸了才怪呢。而液体燃料导弹呢，它就像是咱们家里面的煤气灶，这个导弹本身啊是个空架子，旁边放2个大罐子，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化剂。你想发射的时候啊，得先把管子给接上，把这个燃料给加进去，这个过程就比较慢，得花点时间。但是它的好处是特别灵活呀，你今天觉得这个燃料不够给力，你可以换个更好的呀。明天觉得导航系统有点偏，可以拆下来换个新的呀，升级改造特别的方便。所以啊，沙特手里的东风3虽然老，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升级维护，换个制导系统啊，提高一下打击精度，再改进一下燃料配方，增加点射程，那都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我们来算一笔账啊，巴基斯坦的沙欣3固体燃料反应快，沙特的东风3液体燃料威力大啊，一个愣头青，一个老炮，这2款导弹单独看呢可能都有点不够瞧，但是现在呢它俩凑一块儿了，巴基斯坦呢可以把它的核弹头技术跟沙特的导弹和资金结合起来，甚至呢巴基斯坦可以直接把沙欣3导弹拉到沙特的境内，从那里发射。这一下啊，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呀。从沙特西部发射打到以色列，那距离就大大缩短了，导弹飞过去也就是10几分钟的事儿。你再想想以色列啊，它国土面积有多大，还没咱们一个直辖市大呢，没啥战略纵深，也就是说啊，没地方躲，一颗导弹过来啊，可能就瘫痪一个重要城市。之前伊朗打以色列啊，为什么大部分的导弹被拦下来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军在中东各地的雷达提前预警，甚至沙特都帮忙提供了情报。导弹呢还在半路上飞呢，以色列那边就已经拉响警报了，反导系统早就准备好了。但是现在呢，要是巴基斯坦在沙特的地盘上对以色列搞核反击，那情况就逆转了呀。预警雷达就在你家门口，甚至是帮你预警的人现在成了要打你的人，这预警时间会缩短多少啊？拦截的难度会增加多少？你想想，之前也门胡塞武装用那些土法改造的飞毛腿导弹打沙特和以色列，都经常能成功的突防，现在换成正儿八经的国家队，手里面拿着能装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以色列的反导系统真能100%防住吗？所以结论是，巴基斯坦和沙特联手，这个能力啊是绝对足够的，这个威胁是实实在在的。要我说啊，这方面巴基斯坦可能就有点过于自信了。巴基斯坦空军啊，确实是打过胜仗，之前跟这个印度空战是打得有声有色呀，还把这个印度飞行员给俘虏了，这让他们名声大噪。但是啊，我们得看对手是谁。说句不客气的话啊，印度空军呢就是个万国牌装备部，号称衰机大户，飞机来自五湖四海，那后勤呢是一塌糊涂，整个作战体系乱七八糟啊。巴基斯坦打它纯属于有体系打无体系，能赢不算太意外。但是以色列空军是啥水平啊？那可是美国手把手教出来的干儿子，整个作战体系啊，从预警机到电子战飞机再到战斗机，全部都是北约顶级标准。飞行员的训练水平和实战经验，那都是在中东的枪林弹雨里泡出来的。更别说啊，人家还有 F-35I 这种
5代隐形战斗机。巴基斯坦现在最好的飞机就是咱们的歼十 CP， 这飞机性能很棒，是4代半战机里的佼佼者。但是再怎么说，跟 F-35那还是有代差的。你说这俩打起来，谁赢得面大？所以如果巴基斯坦真要在常规军力上给沙特当保护伞，跟这个以色列硬碰硬，大概率要吃大亏的。那一旦吃了亏呢，他之前放的一些狠话就会变成笑话呀，反而会损害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威慑信誉。这就是这件事情最有意思的地方。巴基斯坦可能不是想不到，而是他有另外一套玩法。他的玩法吧，恰恰就是用核武器来弥补常规武器的不足。你听听国防部长阿西夫的话他说只要以色列对沙特发起大规模空袭，我们就会用核武器回应。这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呀？就是我压根就没打算跟你玩常规空战。这就好比2个人在牌桌上，以色列说咱俩比牌吧，我手里一把好牌，巴基斯坦直接把桌子一掀，掏出核武器放在桌子上，说我懒得跟你比牌，你要是敢动一下，咱俩谁都别活。看到没？这就是降低核门槛啊！我不管你常规力量比我强多少，我直接把战争的级别从拳脚相加升级到同归于尽的层面。我就是要用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来吓得你不敢动手。这招棋走的实在是太险了，也太狠了呀！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说的这句话，是他一时冲动吹牛吹大了，还是经过高层深思熟虑之后故意放出来的战略信号？那如果我们搞懂了这一点就能明白巴基斯坦和沙特这个所谓的共同防御到底是一时兴起的合作，还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要改变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大棋局。说实话吧，放眼全世界谁见过这种玩法？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经济不算顶尖，却硬要凭着自己勒紧裤腰带搞出来的核武器把自己玩成一个安全承包商。他这是在干什么呀？他是在把自己的核能力包装成一个安全产品向外出售。那买家是谁呢？就是沙特这种有钱但没有安全感的狗大户。这思路呢，简直就是绝了一般的国家呢，有了核武器都是藏着掖着，作为国家生存的最后底盘。巴基斯坦倒好直接把这个底盘亮出来，变成一门生意，用来换取急需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他利用之前在印巴空战中打出来的名声，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既能打又敢打的狠角色，然后呢，又拿这份简历成功的向中东最大的金主应聘上了首席保镖这个职位。这套商业模式恐怕连华尔街的精英都想不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真的要佩服一下巴基斯坦这种小国生存智慧。他们知道自己体量小，资源有限，所以就把自己最核心、最宝贵的战略资产用到了极致，实现了利益最大化。那这种敢于打破常规、不按套路出牌的思路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在今天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里，有时候呢，光有肌肉还不够，还得有敢于掀桌子的勇气和智慧。总而言之，沙特和巴基斯坦这次的联手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军事合作，它像一颗投入中东镜湖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可能会扩散到整个世界。巴基斯坦的核保护伞究竟是真心要为这个沙特遮风挡雨，还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政治豪赌？以色列面对家门口的核威胁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是否会因此被打乱？这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东这盘棋真的是越来越复杂了，也越来越有意思了。这出核心大戏才刚刚拉开序幕，后续会有怎么样精彩的剧情咱们就搬好小板凳，继续吃瓜看戏吧。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